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又到了天气转凉，许多兰花，特别是蝴蝶兰正在抽花梗的季节了。我前后数了一数，大概有30多颗、35颗吧的兰花，现在目前正在抽花梗。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几颗兰花目前抽花梗的一个状况，以及如果我有找到照片，他们上一次开花的兰花照片，跟大家做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今天这个影片的编排顺序我先从10颗没有名字、没有名牌的兰花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们抽花梗的状况，然后这个影片的后半部分呢，就来看一看这25颗有名字、比较名贵一点、比较特别一点的兰花，它们的一个抽花梗的状况。在美加地区呢，普遍大家所被接受的这一个秋天、秋冬季节温度要能够让蝴蝶兰抽花梗的一个范围大概是在55到65华氏，也就是13到18度摄氏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呢，是比较容易让蝴蝶兰能够抽花梗的一个温度。那因为像我的住家方面呢有中央空调，所以呢在温度上面的控制就比较容易。比如说我可能就固定设定它在夜间时候就是60度。那比较靠近窗户的地方可能就57或是56，就刚好是在这55跟65之间的一个区间。那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兰友都是住在冬天可能没有办法有很稳定量低温区间的地区那很多人就会怀疑说，那它兰花会不会开花？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开的，而且很多时候我还是看到很多兰友在比如说台湾他们的兰花即便是没有常常那样低温的一个季节，还是他们的兰花也是有开花的情况，所以呢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在那个区间才会开花，只是它比较容易会抽花梗而已。浇水方面呢，春夏大概就是7到10天一次，那秋冬呢大概就是10到14天一次。那肥料方面呢，大概就是用1/4建议浓度的肥料来给他们施肥。日照方面呢，大概就是8个小时，然后他们都是养在靠近朝向北边的窗户。那晚上呢，我斟酌会由6点到9点的时候呢，开一下植物生长灯。对于你们有植物生长灯的朋友，还是要提醒你们不要整个晚上一直开着，因为这些兰花在夜间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休息才能够储存它们开花生长的能量。那在快看完我们这10颗没有名字、没有名牌的这个一般普通在超市买到的兰花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要来看一下我这25颗有名字、有名牌、比较名贵一点的兰花，它们目前抽花梗的状况，还有它们先前开过花的一个照片记录，给你们做参考。从这边开始呢，到影片的结束就是我们这25颗有名字的兰花，它们目前抽花梗的一个状况。那这一颗呢，它是有续花性，所以在它每一个花梗，现在有2个花梗，每一个花梗每次都会陆陆续续给我来开个1朵花到2朵花。那这一颗 Psychopsis 呢，它其实已经有一个花梗，只是它有续花性，所以它就是在这个花梗上面一直长长，然后呢一直长花苞出来。那它目前在它的底部也正在多长一个新的pseudobulb新的一个分芽出来。接下来的这一颗呢，是西雷利跟史塔基交配出来的子代。然后这边这一颗呢，是第2次重新再来花梗的一颗水培的迷你蝴蝶兰。
之前啊，有网友问我说啊，水培蝴蝶兰啊，据说只会长根长叶，不会开花。那这颗呢，就是证明哦，其实它会开花，照顾得当是会开花的，而且它连续2年都来花梗。再来的这颗兰花也是水培那它呢也是2个原生种的蝴蝶兰交配出来的。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它的旧的花梗上面呢长出了一个刺花梗之外呢，在这颗兰花的底部的部分呢，也又重新长了另外一个新的花梗出来。这颗兰花它是一个原生种，那它目前的花梗才凸出来一点点而已，可能还比较难看到。不过呢，它也正在长花梗。再来这一颗应该是我所有兰花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香的兰花这颗颜色漂亮之外它的香气也是非常非常的迷人。然后这一颗之所以让我非常期待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注意看，你会发现它底部的部分一次来了2个花梗。然后这颗兰花呢，有露德在里面有露德是它的亲本，在今年开完花之后它非常的辣质这个花开完花之后呢，本来我还不想换盆，但听了一个兰友的建议之后，我换了盆之后它长得非常的好，根系相当的健康，等一下你就会看到，而且它同时又长了2个新的花梗出来。那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目前这个根系在杯子里面它现在种植的这个方式是有介质的半水耕你看到它在杯子里面的这些根系的状况是相当的良好，根系相当的健康。接下来的2颗兰花呢，是我美丽的Val Sweet Memory M， 这2颗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兰花的颜色非常的漂亮，我非常的喜欢。它们呢2颗同时都是在底部呢重新再长新的花梗。接下来的4颗兰花终于有名字了之前都跟你们说是没有名字，黄色会香的蝴蝶兰，但是它的名字叫做 Golden Pixie， 黄精灵那这个呢这4颗都是我在这边超级市场买的，相当的便宜不贵，而且呢它的香味非常的香那它们呢也有续花性，所以其实以前买的它们就是在既有花梗的尾端继续往前长，然后继续再长花苞那接下来的这2盆是我最早先买的2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们的根系也是相当的强壮比起刚刚看到的那2颗这2颗明显叶子多一些，然后根系长一些。那它们呢都是在长新的花梗，那在原有的花梗上面呢也继续在往前长还长了一些小花苞出来，你这边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这4颗呢都会香那我今年呢后来又买了第5颗跟第6颗，那其中1颗呢现在正在休息，然后另外1颗呢还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接下来这2颗有1颗有花梗正在长花苞，这2颗是我珍贵的 Sweet Memory Leodora， 非常珍贵，因为在美国非常非常难找，而且价格非常的高。那现在看到的这颗呢是 Val Legato 这个呢在之前开花有跟各位介绍过了，那它现在呢在重新长一个新的花梗，而且长的速度挺快的，而且它的花梗也已经蛮长的了。这一颗是属于大型的兰花，是我仅有的2颗大型兰花之一。接下来的这一颗也有名字，不过它不是什么太珍贵的兰花也是在超级市场买到，也是在它的底部呢目前正在长一个新的花梗。那这颗兰花当初我之所以会买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本身叶子上面有一些斑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就把它买回家来做观赏。那大家比较知道在叶子上面有斑点的这种兰花其实基本上就是2种一种是原生种的史塔基，另外一种是原生种的西雷利。接下来是我的5颗小马克
Phalaenopsis minimark 这5棵啊，其实目前全部都在长花梗，所以是一件相当美好的事情。好，那这2棵呢，你看到这2棵它是在介质半水根，而且呢它们这2棵因为根系的比较强壮，所以呢我用比较大的杯子把它们装着。那它们2棵根系都长到杯子的这个最下面去了，所以它们的生长状况相当的良好。那基本上呢，另外的3棵啊，因为它们当初还是比较小一点哦，所以呢，我用的杯子呢，就是比较小的杯子、比较浅的杯子来种植它们，就不是像刚刚那样完全16盎司的杯子，完全全部装介质。你看我这边连小的这样的容器我都还是用小的内外杯，那其实就是说，如果我要底部有一点点水的话呢，其实有点像是有介质的半水耕。那我不要它底部有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般传统种植的方式，只是我的介质用的是无机的介质那这样子就是可以依照天气湿度来调配我到底底部下面要不要有一点点水的剩余。那因为这5棵小马克目前他们抽的花梗呢，都还是在早期非常初期的状况，所以呢，我还是不在这边跟大家多做介绍。等到他们呢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呢，我再来找时间做影片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这颗剑叶文心兰呢，是近期已经开完花的。不过呢，跟大家稍微就是透露一下，这个花梗我还没有剪掉，你也看到了，它现在花梗正在长次花梗，所以等到它们次花梗长得比较好的时候，比较长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做另外一个报告。那可能接下来它们开花的时候呢，再跟大家也做一个比较及时的更新。接下来的部分呢是4颗这个香水文心兰就是 Oncidium Twinkle。那我目前呢有白色的，有粉红色的，然后呢还有1颗黄色的，然后还有另外1颗它是这个 Twinkle 跟它本身 Satuanum 再回去交配的一个品种它们都有香味。那其中你现在看到的这一颗今年的这个长花苞的情况比较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比去年来说，它虽然说花梗比去年多，但是这一次的花苞明显的比去年的量还要少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黄色的品种，然后呢下面一张图呢应该就是粉红色的品种。现在看到的这个，改天有时间呢，我会针对这一颗粉红色的品种呢，再跟大家做另外一个影片讨论它之前遇到的问题，它为什么之前已经长出来的花梗干掉了，然后呢它又赶快长了一些新的侧芽，然后从小的很年轻的侧芽呢又长出了这些你看到的花梗。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